我目前保守估计，事件会在2023年5月和2025年8月的大门户开启这期间内发生。这只是我根据现有的情报做出的推测，我可能对，也可能完全搞错，让我们拭目以待。光明势力向我解释的这一切，如何与事件发生时间的动态曲线联系在一起。图中用1做标记的第一条曲线，代表的是地表社会的熵值，该熵值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增加，因为物质层面的隔离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与任何外来的正面外星种族的接触。用数字2做标记的第二条曲线，代表了事件的熵值，该熵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事件，黑暗势力在事件发生时可以触发的报复机制就越来越少，比如顶夸克炸弹。这两条曲线在图中用圆圈标记的特定时间点相交，那一刻地表社会的熵值超过了事件的熵值，那一刻也就是事件被触发的时刻。我们当前所处的时间在图中用叉号标示了出来。如果过早的触发事件，光明势力进行的模型预测表示，世界上会有很多地方的电网和食物供应链会局部的崩溃，而且只能在1到2周的时间内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光明势力也无法完全封锁黑暗势力为了维系掌控拼死一搏所释放出的所有生化武器，这会带来很多人的死亡和难以言喻的苦难，玷污了很多人在事件发生时的体验。所有的负面时间线都会崩溃，所有的时间线都将汇聚成事件发生的时间线。一旦社会动荡的程度到达巅峰，而且异常的清理进度也到达足以进行下一步的阶段，光明势力就会把当前地表世界的紧急状态升级成军事戒严。宣布戒严意味着全世界的地表民众会经历短暂的军事封锁期，大约3到7天。光明势力会在这段期间进行大规模逮捕，届时人们会被告知禁止外出，以确保军事行动顺利的进行，避免伤及无辜。正义军届时也会使用量子脉冲武器封锁负面军队的武器，并且暂时麻痹拒绝听从正义军指挥的军队还有民众。事件计划还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保密，这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大大的惊喜。事件发生之后，地表社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转型，这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一般的地表民众会在这几年内消化并且理解大众媒体揭露的内幕还有真相，他们也会开始疗愈自己在黑暗的过去留下的深层心理创伤。光明势力会在事件期间和事件过后一段时间，把所有那些最丧心病狂的精神变态和反社会分子带离地球。许多潜在的反社会分子在银河超级波抵达地球之前，都会继续的低调的在地表社会上生活，安分度日，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就会立刻从地球上消失。完全肃清一个体系需要耗费相当漫长的时间。事件过后，绝大多数的光之工作者都会经历大量的疗愈，届时会得到来自宇宙的正面能量、天使还有光明势力的大力协助。很多自我疗愈的工作需要去完成。预计当银河脉冲波在几年之后抵达地球时，地表世界大约会有2000人准备好进行第一波集体扬升。2000人的集体扬升与银河超级波以及地球大撤离同时进行。准备进行扬升的人们将来会生活在光之岛，事件之后不久，光之岛就会成型。他们会在光之岛上与自己的双生灵魂团聚。他们的双生灵魂目前绝大多数还都在母舰上，他们会拓展自己的意识状态，彻底超越过去的社会编程，并且
开始形成基于灵魂的社交关系。当地表世界进行大撤离的时候，阿斯塔指挥部还有银河联盟的舰队会现身营救地表的人类，保护人们不受银河超级波引发的大海啸带来的伤害。大撤离过后，也就是地球经历其自身的转变之后，只有完全与声光校准的存有们可以回到地球，大约是几百万的光之工作者。他们可以在地球的光之岛上生活，他们会在光之岛上准备第2和第3波的集体扬升潮，而且他们的扬升进度会更加快速。绝大多数的人类会被撤离，并且转移到位于昴宿星团的一颗行星上。这颗行星已经居住着700亿人类，他们是在1999年从地球星光层营救出的人类。从地表世界撤离的人类当中，大约有5亿人是反社会分子或者精神变态。这些人中有很多是1996年到1999年期间来到地球的爬虫人还有龙人，他们从1996年开始就利用复制人的躯壳生活在地表世界。这些人无法满足进化的最低门槛，因此会被送入银河中央太阳进行重组。这一切也意味着全宇宙的黑暗和苦难都会宣告结束，一个全新的圣光循环周期即将拉开序幕。提问：在全球撤离时，除了地球上的人之外，那些数以百计的生活在自然还有农场中的其他非人类存有也会一起撤离吗？回答：很多动物，尤其是那些个体较大的动物，也会一同撤离。每个物种当中都有一些会撤离，除了那些注定要灭绝的物种。因为一些物种经过基因的改造，它们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了，所以我会说，大多数大型高等进化的动物也会撤离。提问：它们会被撤离，并安置到哪里？回答：首先，它们会被疏散到飞船上，它们中的大多数会被送往昴宿星系的一颗星球上，一些人类也会居住在那里，还有一些动物会被送往其他的星球，在那里，它们会拥有一个更加纯净、更加原始的自然环境。提问：事件过后，有一些人会重新回到地球吗？回答：极少数被选中的人会，但是大多数不会。提问：在撤离期间，我们是否可以携带宠物一起离开？并且在地球经历事件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携带宠物到地球以外的地方？回答：基本上来说，在大撤离期间，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根据宠物们自己的决定要不要撤离。如果有着更高一层的目的，它们就会被重新安置。目前的方法是因为地表的世界要经历转变，大多数的动物想要选择住在大自然当中，人类与动物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将继续存在，不过这种连接的大部分面向都会消失。提问：如果我们做出选择，可以带着我们的狗狗一起离开吗？回答：不论你的狗狗如何，你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过，不论你的选择是什么，大多数的狗狗都会一起撤离。提问：事件发生之后多久，我们可以与在事件之前去世多年的亲朋好友重新团聚？回答：这是非常个人化的状况，不同人的情况会有所不同。那些更有觉知、更加觉醒的地表人们将会获得访问星光层的技术，事件之后不久就会有这样的科技。其余的人类要等到大撤离，但是我会说，人类当中觉醒的那部分可以期待事件之后的几个月就会发生这些。提问：在解放之后，我们还要使用金钱多长的时间？回答：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金融系统就会重置，然后金融系统会被慢慢的淘汰，在极移和最终大撤离的时刻完全的消失。提问：解放之后多久，我们就可以完全了
只去使用自由能源，还有复制机？回答：同样的，这种转变会在极移和最终大撤离的时候完成。提问：大约解放之后多久，地球人就可以拥有新的、年轻的健康身体？回答：大多数的人类会被撤离，在撤离之后，他们会在母舰上经历一系列的校准还有疗愈的过程，然后他们就会拥有年轻的被疗愈的身体。大多数的人类在事件之前会经历戏剧般的疗愈过程，不过我会说，最终的疗愈转变会在母舰上进行。提问：因为解放的众多延迟，在解放和事件发生之前，对于尚未觉醒的人类，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这些令人震惊的现实和被压制的揭露信息？回答：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时间不多了。人们会暴露在一个加速的过程当中，这对很多存有来说可能难以接受，因为大多数的人们一直以来忽视和否认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再去等待大众的消化了，转变需要发生。对于很多人来说会震惊，但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绕过这些。提问：解放之日，是否全世界所有被绑架的儿童都已经被安全地解救出来？回答：我会说，绝大多数会这样，但是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还会有一些救援行动在进行。提问：解放之后，我们是否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拯救、解放、疗愈、重新安置那些全世界数百亿的被囚禁的动物到安全的自然保护区？回答：事件之后，马上就会有特定的救援队把他们从农场、加工厂、屠宰场中解救出来，这些在事件之后会马上开始行动。提问：卯宿星团可以舒适地容纳多少撤离的人员？回答：所有人类灵魂的数量大约是700亿，卯宿星团安置他们绰绰有余。提问：人类在卯宿星团的新家处于哪个维度？回答：那是一颗位于物质层面的星球，但是就振动频率而言，介于第4和第5维度之间。提问：那些在事件之后不愿意、不能很快达成扬升的人，会留在卯宿星团吗？还是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回答：大多数的人类需要待在卯宿星团的那个特定星球，接受一段时间的校准还有疗愈的过程。那些经历完这个转变过程的人，可以自由地前往宇宙的其他地方。